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会在今年开始在大藏经里面选择一些释迦牟尼佛所亲自开演的佛教的经典，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而第一部佛经我所选择的是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而这部佛经就是在阐述大悲咒的原始出处的佛教经典。大悲心陀罗尼咒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愿宣说的，希望帮助一切的众生离开痛苦，消除业障，圆满现世寿命受用一切的所求，乃至于能够增长已经造作的一个善业的功德。大悲咒也就是千手观音的本怀本心与加持，就我们在持陀罗尼的时候融入在千手观音的大悲心海里面，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前行的心理一个准备。那这个大悲咒不管是84句或82句，都是这些译者又再把它分段分成84句。在原始佛经呢，有些它并不是分为84章句，但是今天我的教学呢，会以84为做一个参考，来跟大家做阐述。首先我们先观想千手观音。千手观音的大悲心海，就是我们要融入跟接轨的一个心绪等流。当我们的心跟千手观音的大悲心无二无别的融入之后，我们自然就已经拿到了开启这个陀罗尼的最重要的一个钥匙，打开这个心锁。大悲咒的84章句当中，事实上它是分为5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归敬礼拜，第二部分是正式宣说咒语，第三部分是大悲咒的陀罗尼的咒语的内容的部分，第四部分就是祈愿文，第五部分就是总结。第一大段呢，就是第1句到第17句，就是指归敬文。那这个归敬文当然就是指我们要虔诚的礼敬皈依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心升起至诚的归敬之心。这是指第一个部分。那在白话解释里面，是大悲咒前面的归敬文是在说些什么呢？那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说明了玄奘大师是说咒语真言是5不翻，也就是说他因为秘密故，他的意思太深广了，没有办法完全的翻译他的意思。但是因为后代的人完全看不懂这个大悲咒的意思，在好要佛法学习的内涵里面，有一些人就用梵语直接翻了一个汉文解释的意思，我们就很快的大家来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意思。归命三宝，归命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大慈悲尊者，一切施无畏的尊者，请给予救度。归命礼拜此圣观自在清净尊者，归命贤善顺教心随之大光明，使一切有情具有无比伦比的无贪严净。以上这17句就是去表达我们对这个圣观音，也就是千手观音的一个前进的赞颂、礼拜跟皈依。第二部分是正式宣说咒语，第18句即说咒曰，也就是说等于开场白了，要开始来讲大悲咒。第3部分是大悲咒的陀罗尼的咒语的内容的部分。那从第19句到47句，整个就是大悲咒的全文的内容。我们用白话文来了解一下大概是什么意思。观自在大慈悲莲花心的菩萨摩诃萨，请以离一切垢大自在心的作业，办妥一切事。圣尊大圣尊能持法甚勇猛，
而慈悲光明自在的尊者，最胜离垢的尊者，最胜解脱的尊者，遵行教与本事，圣者证悟成觉，道心坚固者，则欢喜。兼具坚固与摧破，做法则无垢坚固，随入心随摧破诸障，坚固勇猛的尊者，其起流出不死灵药的甘露，成就觉道。这是第19句到47句大悲咒的内容。第4部分祈愿文，第48句至75句。具大慈的觉者，贤善坚固利益众生的尊者，期望圣者的名声，望有降伏会成就，望有降伏得成就禅定大自在的尊者，望有降伏贤爱的尊者，望有降伏上妙游戏的尊者，望有降伏爱语第一的尊者，望有降伏一切大成就的尊者。第5部分就是总结结尾文，第76句至84句。归命三宝，归命圣观自在，望有降伏，其令我成就真言句文顺利圆满。这里我们已经大概知道大悲咒的陀罗尼它分为5个大的章节，从一开始的皈依礼敬，到第2即说咒曰，第3部分大悲咒的内文，第4部分就是祈愿文，第5部分就是总结，就是一个结论。那这些我们就大概了解，千手观音在传这陀罗尼给诸大菩萨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一个发愿。那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后世的学佛者，我们能够契入千手观音的大悲心海，那我们就是在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无时无刻的都是笼罩在这个慈悲大海当中。我们大家都可以试着用这样的一个前进礼拜祈请发愿皈依的心来持诵咒语，持诵陀罗尼，那你就会得到非常多的一个法益加持与进入甚深的内涵。每一次的持诵下来，你都会觉得越来越靠近千手观音，这时候你就是得到真传，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感应道交，就是你跟佛菩萨的心绪已经可以靠在一起，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在修行当中，不管我们是在读诵佛经，或者是我们在持诵咒语，我们一定把我们的心要安立好，不是按照我们凡夫的心在持诵咒语，而是要按照佛跟菩萨他所发愿所讲说的佛经或者咒语陀罗尼的时候，我们要用他们的心绪来发心，来学习，来做你当下的这个修行功课与止息修法。否则你如果都是一直抱着凡夫的心在修行，那你种下的因也是凡夫的心，将来结的果也是凡夫的果。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在修行，不管是在持陀罗尼、持咒，或者在读诵大乘的佛经，我们的心可以拉回到当初佛跟菩萨在阐述佛经或者咒语的那个时候的心绪等流，我们尽量靠近它。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佛跟菩萨本尊的加持。所以那个时候你持一个咒语，就算是很短的观音心咒6个种子字，或者是大悲咒，或者是阿弥陀佛的圣号，就是你当下的一个持咒念佛诵经，你那时候的心因为已经不是用凡夫心在修行了，你是学习去了解佛跟菩萨或者观音菩萨他那种心为什么讲出这个大悲咒的时候，你的心已经是由凡转圣，也就是由凡夫的这个心慢慢已经转成接近千手观音的心。
你那时候持诵陀罗尼，或者你在持大悲咒，或者你在诵经，你那一当下，你的因是清净的因，是种下跟佛菩萨接近的善清净的业因，那将来你就会感清净的果，所以你就会越修越增上，就越修你会烦恼越少，越修你会发现世间一切的不如意都无法再障碍你，你的内心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正面，越来越广阔，那就是深入这个千手观音的大悲心海来加持。那请大家一定要多多跟观世音菩萨做祈请，那希望我们能够如理如法的思维，好好的修行，以广大的大悲心自利利他，我们成就佛果，然后愿一切的众生永离苦难。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的频道，分享我们的影片，然后让更多人都能来接触佛法，正信的佛法都能够融入在这个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甚深大悲心海里面。今天我用这个大悲咒来跟大家做主要的分享。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请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子我下一次再继续讲解大悲咒的时候，你才不会错过。如果我们所说的对你有所注意，也麻烦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弘扬佛法，让更多人认识正法。祝福大家一切吉祥，我们下回见，阿弥陀佛。